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現實中，有這麼一個人，他用鏡頭記錄真實的武漢的歷史，記錄底層百姓的生活。他就是周國憲。周國憲先生是扎根武漢的知名紀實攝影家，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紀實攝影題材的創作與探索。他拍攝了漢正街扁擔、江城水上人家、吉慶街賣唱藝人、大武漢的工業記憶等許多優秀的系列作品。他的攝影作品先後被武漢博物館、武漢市檔案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而其中的漢正街相冊就是他記錄的一段歷史。說起漢正街，得名於古漢口之正街，是一條延綿500多年的傳奇街市。幾百年來，漢正街一直是武漢的商業中心和貨物集散地。漢正街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橋口區。自明代成化年間以來，漢正街歷經了明清時期的興起繁榮和近100年的沉浮變遷，創造了十里翻牆一勢力，萬家燈火徹霄明的輝煌。漢正街也見證了萬商雲集、江漢朝中的盛況，被譽為大漢口的城市之根。也正如以色列攝影家納達夫·坎德在接受關於長江攝影專題的採訪時說，在經歷了一段拍攝後，我逐漸感受到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矛盾與困惑。當它以驚人的速度飛躍時，也在不斷毀壞着自己的根基。今天我們就抽取幾幅周國憲的攝影作品，來看一看他究竟拍了什麼，看看有哪些普通人的故事。下面我們就來解讀一下周國憲的攝影作品。第一章是講的寶慶三街25號的黃道元，他是武昌人，1939年生，1961年3月考入南湖陆軍第3汽車學校並入伍，後來呢因病退伍，安排在武漢江漢區汽車隊工作。他的特點呢是文筆口才俱佳，曾在武漢鋼鐵繼續革命展覽會擔任第一講解員。那麼50年代呢，他開始幫這個街坊鄰居代字代筆。2020年去世的。畫面呢，人物顯得很清瘦啊，家具非常簡單，一個桌子旁邊就擱着個床，那麼牆上掛的就是家庭的一些聚會的照片。一個文化人過着一種怎麼樣的生活，在這照片中間呢，就體現出來了。那麼下一幅呢，講的是寶慶三街12號的武宗玉、劉桂華夫婦。武宗玉是祖籍湖北興化湖南興化，1952年生原湖北齒轮廠的職工。1991年工廠倒閉回家，在家門口和妻子劉桂華一起做副食生意，育有一個兒女，一個女兒。那麼整個構圖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房間很局促左邊這個餐桌上碗筷還沒有收拾好，那麼後面呢就是他的那個做飯的這個炊具、高壓鍋等等也是顯得整個房間這個非常的這個局促。這一章呢，講的是寶慶三街的6號江桂生、龔秀華夫婦，也是湖南興化人。他原在長航公司維修2站做修理工。那麼龔秀華呢，妻子她是武漢市中山公園的退休職工。1970年下放漢陽，27歲時嫁到了寶慶三街。那麼2000年退休後，在家1樓經營超市，育有一個兒子。
他们家特點呢，就是作為寶慶後一家啊，他家家都供奉這個南岳的聖地，每年農曆8月到南岳衡山朝聖。那麼櫃子上的聖像前面有一個簾子，那麼睡覺是拉上，將信仰空間與世俗空間隔開，以示珍重。這是一個有着信仰的這個家庭啊。這一幅呢，講的是同心巷10號的陳澤平、吳慧夫婦，他們是武漢人，1969年生。武漢市橋口區保險市場的職工。吳慧呢小一點，69年生，武漢某台資鞋裝廠的職工，育有一個女兒。那麼整個房間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是餐廳餐桌，加上冰箱微波爐右邊是鍋碗瓢勺，加上一些這個調料品。牆上也掛着自己的一些照片。後面緊靠後牆呢，還有一個看似衛生間的這個一個房間啊，整個房間擺放的也是非常局促的。不過他們兩個人都有着幸福的笑臉，很有意思。那麼這一幅呢，講的是寶慶街這個板廠街的37號吳漢民徐國勝夫婦，他們是湖北鄂州人，1957年生。原武漢市肉聯廠的職工，肉聯廠在武漢是個很大的國營企業的。不過呢，1991年下崗，在嘉1樓賣早點。徐國勝他是湖北這個孝感漢川人，1958年生，原武漢市木材公司檢驗員，兩人育有一個兒子。畫面正中的牆上，這個各種線路走線這個彎曲盤繞，上方掛着他們的長輩的這個像，應該是去世了。這個圖片講的是永寧4巷65號的2樓楊芳清、李志平夫婦。楊芳清是武漢黃陂人，1952年生，1970年當兵，1975年退伍，在漢正街做個體戶，經營過電話亭、冰棒、汽水等。李志平是武漢人，1957年生，武漢乳膠廠退休職工。那麼這個家庭是一個軍人家庭的，不過呢，生活還是非常的清苦。我們看他床上的擺設和旁邊這個櫃子都可以看得出來。那麼這幅照片呢，是講的大水巷63、65號的肖健兒媳婦付麗蘇。那麼肖健呢是湖南岳陽人，1936年生，丈夫2007年去世了，育有3兒2女。付麗蘇她是湖北孝感漢川人，1969年生，1993年嫁到這裡，育有一個兒子，2個門面50多平方，經營服裝輔料10多年。那麼這是一個家庭，他有2個門面的一個家庭但是他們也是在做生意，不過呢，看來也是維持生活而已，並不怎麼富裕。這張照片講的是廣福3巷7號的彭和秀、劉新春母子。母親彭和秀呢是湖南漣源人，1924年生，1948年到的武漢毛線廠退休職工。她的丈夫劉志新1942年參加革命，曾任湖北省新山縣工業局局長。這還是一個幹部的家庭。他的兒子劉新春1952年生，是武漢無線電廠的退休職工。那麼整個畫面和之前的類似這個餐桌茶几包括冰箱、微波爐都擠在一個比較狹小的空間裡。即使是幹部出身，那麼看來也不富裕。這一幅照片是講的寶慶正街56號的羅秀英，她的祖籍湖南興化，1949年出生，23歲就嫁到了寶慶碼頭，丈夫也是湖南興化人。
夫妻倆在汉城街做童装生意。丈夫去世後呢，羅秀英靠在家1樓賣豆漿出租房子，能夠維持生活。育有一個兒子。那麼整個畫面，羅秀英站在左邊。那麼家庭的擺設，看來是這個瓶瓶罐罐啊，盒子挺多，捨不得丟啊，背在這個衣櫃的上面。家裡整體來講還是比較乾淨的。這個照片講的是板廠街40號的胡耀堂，他是湖北天門人，1956年生，5歲時患小兒麻痹症，雙腿不能直立，靠一高一矮2個小板凳移動身體，在漢正街打工了20多年。修過鞋，後來跑過麻木，也就是3輪車，也有1個兒女。那麼這一位是個殘疾人，那他的生活狀態呢，顯然更加的艱難一些。這個照片拍的是板廠街22號的劉鳳蘭，她是武漢人，1933年出生，原武漢市硚口區寶信街神職廠職工。她信奉基督教有10多年，丈夫是武漢人，原為武漢市硚口區板廠街食品倉庫的搬運，已經去世了20年，育有3兒2女。這是一個信基督教的一個家庭。那麼在中國，這樣的家庭還是比較少見的。這個照片說的是板廠街40號的陳菊貴。他是湖北省天门人，1966年生，沒有固定工作，打零工，做織補。丈夫於師傅是漢正街的搬運工，育有1女1兒。那麼這個家庭是典型的這個漢正街的這個底層的民眾了，所以家裡面看起來也是把生意啊，縫補衣服啊，做自己的主要生計。右邊一個樓梯通向大的閣樓，估計是睡覺用的。這個照片講的是大水巷80號的肖萬梅，他的祖籍也是湖南興化的，1969年生，在家經營個體落雁的複印店，喜歡書法，在他的面前攤開他寫的這個書法。她的丈夫劉希寶是武漢人，1964年生，漢正街永寧社區居委會第1保專幹，是一個底層的公務員，後被調離，育有1個兒子。那麼這個家庭呢，毫無疑問，他也是靠這個打印複印為生。雖然有丈夫在做最低層的公務員，但是生活看起來也是一般，但是比較整潔。這個照片講的是寶信7巷的30號葉瓊華，他祖籍同樣是湖南興化，1967年生，2002年開始和下崗的丈夫一起在家1樓經營餐飲，育有1個兒子。畫面上可以看出他們家的這個餐桌、彩電、冰箱和家的老人的像掛在牆上啊，所以他把他的门面和自己住的地方看起来是合二在一起的。這個照片是大水巷35號的王國華、張明紅夫婦。王國華呢是武漢漢陽人，1963年生，原武漢蔬菜食品公司利吉路菜場職工。1987年因曠工被開除，1989年創辦了國華髮廊，1995年離婚，與前妻育有1子，現任妻子張明紅，湖北隨州人，1980年生，2022年與王國華結婚，育有1個兒子。那麼這就是王國華的一個髮廊，你看上面貼着各種美女這個髮型的照片，下面有他的這個理髮的這個鏡子啊和用具。這兩口
兩口子看起来還是很和諧、很幸福的樣子。這個照片講的是千山里14號的於運安，他是武漢市漢陽人，1955年生，原武漢長江牙刷廠職工，90幾年內退，開了家庭旅館運安旅社，妻子是天門人，原這個武漢太白粉廠的勞资科長，算是一個這個國企的一個職工。那麼於運安呢，雖然開這個家庭旅館，但是看起來也不是很富裕，整個家庭的布置擺放也很簡陋。這個是講的板廠街40號的魏明華，他是湖北潛江人，1954年生，兄妹7人，排行老大。2014年11月摔倒，右手有殘疾，未婚，靠低保生活。看起來這位老人每天和他相伴的就是他的母親的這個照片的，英勇宛在，所以他沒結婚嘛，所以呢只有心裡面總想着自己家的親人，所以屬於孤寡老人一類。下面是一段王叔採訪周伯炫的對話。您當年呢，也是據說在銀行做這個業務是吧？怎麼想到了轉行到這個攝影這個行業呢？您怎麼想的當時？我原來是個高級工程師，我本科的時候是學的是計算機專業，研究生從事的是人工智能研究方向。到單位工作以後，我是主要負責国際結算的服務器的維護，但是後來我就不再從事技術工作了。說是轉行到搞攝影，其實也不確切，因為我80年代的時候我就愛好攝影，所以只是說我把業餘愛好當成了我的主要追求。我記得2008年下半年那時候，我突然間意識到，就是我似乎可以看到我这个人生的那个職業生涯的結局，我覺得挺沒勁的。我想有點變化，我想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我覺得想做點更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拿起了相機。OK， 理解。好的，那麼在你拿起相機這個深入到這個拍攝武漢的這個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去的時候呢，就是我想問一下你，就是讓你感受最深的有哪些事兒，能不能說出一兩件？我在拍攝這些小人物，我拍了很多小人物，比如說有漢能街的農民工，武漢市漢能街的農民工，當地叫扁擔，重慶叫棒棒。那麼這些都是一個普通的小人物，還有拍了武漢市老街老巷的很多原住民，還有包括紅岡城的一些原住民，都是這小人物。那麼在拍這些人物的過程當中，他們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就是為人很誠懇，人很樂觀豁達。雖然他們就是住的房子都不寬敞，然後收入也不高，但是他們為人誠懇，對人友善。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品質。我跟很多人很多的這些小人物成了朋友。比如說我拍武漢市漢能街的扁擔的時候，我跟他們成了朋友，成了很多年的朋友。還有到他們老家去玩啊，到他們老家去過年啊，他們搬新家我也去拍他們搬家。拍武漢市紅岡城的時候，跟武漢的這些武鋼的老職工，就武漢鋼鐵集團的公司的這個老職工，也跟他們也成了朋友。到他們家去玩，他們有時候也請我吃飯，請我喝那個武鋼的他們自己製作的那個鮮火劑的汽水。所以就說他們對我都非常熱情。當然現在就說這些人都已經搬家了，包括漢能街的以前的漢能街東片現在都已經拆沒了，像武鋼的紅岡城的話16個街坊，現在基本上就只剩下8街坊9街坊兩個片區了。那麼他們的這兩個片區基本上人也就已經
已經騰空了，所以基本上也都搬家了。但是他們曾經給他們拍過，留下了很多照片，他們的音容笑貌，我现在都還記得很清晰。有一部分還給他們拍了視頻。去年2025年，我這個洪剛成的作品在平遙國際攝影節還有丽水攝影節都做了展覽，反響很好。好的，祝賀您，祝賀您。好，然後呢，我想就是說，您和我一樣啊，也到了这個60歲這樣一個人生的退休年齡啊，我也想讓您跟我的這個觀眾啊，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經驗，有什麼好的人生經驗想給觀眾去分享的，看看你有什麼樣的這個經驗或者是這個體驗 ，OK？ 經驗也談不上說什麼經驗吧，就是說我覺得這個人的一生是短暫的。那麼在這短暫的一生當中，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你要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然後能夠努力做一些对自己有意義的事情。這樣就是說當你很老的時候，當你回想起這一生的時候，你會沒有遺憾。很好，我們每個人都要做一些對自己人生啊，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好的，那麼今天的採訪就到此結束，也祝賀周國憲老師未來有更多的作品問世。好，謝謝您，謝謝。看過周國憲的攝影作品，玩書用幾個關鍵詞來描述一下，那就是真實的底色，底層百姓的生活，而非宏大的敘事。作為拍攝了10多年的漢正街項目的一部分，2015年上半年至2016年，周國憲着手漢正街東片環境肖像的搶救性拍攝，共拍了100多戶人家。由於時間關係呢，我們只展現了其中一部分，其中多半是寶慶碼頭的後裔，或因聯姻等原因與寶慶碼頭發生的關聯。周國憲在漢正街相冊首頁這麼說：漢正街也是中國的一個縮影，是一段消失的風景。我們不僅在告別老舊的居所，我們更是在告別歷史和文化。看着一棟棟老建築，一片片老街區讓位於城市規劃，不免有些悵然。過50年後，人們還認得出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武漢、大漢口嗎？我們拿什麼留住老漢口的記憶？漢正街啊，漢正街，我還記得你。漢正街啊，漢正街，舊夢卡在這裡，一條街半生雨。